地球开会是最烦的，在火星开会是最爽的，因为我们是火星情报局。起来！感谢地球友好单位优酷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地球当红炸子鸡、火星特工都爱吃的中国华莱士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无惧火星挑战妈妈特工特安心的999小儿感冒药联合赞助播出。哇，哎，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我们两个面对面好像很顺畅。哎，有什么原因？这又空了。 JK 哥呢 ？JK 哥不见了，因为他发现我们喊完那个火星情报局后就要疯狂跳，他跳过一次太累了，所以他决定就是等我们差不多他再转出来，转出来比较隆重。那我们就把 JK 哥喊出来好了。好，然后我们有请火星会议观察员。哇，身材变好了。JK。 这是 KK 哥吗 ？KK 哥大变身。哎，娜扎，哎，娜扎，你摆 pose 要摆半个小时啊？有毛病啊！下来吧。哪有。所以 JK 哥没来 ，NZ 哥来了。欢迎我们的娜扎。娜扎今天来当我们的火星观察员哈，怎么样？感觉如何？有没有点紧张？还好吧，因为感觉都是我的熟人。哪几个不熟的呢？有没有不熟的？指一下。台下的都不熟。就这样。第一句话得罪好多人啊。我们让娜扎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大家好，我是娜扎，我是本期火星会议的观察员。我早就听说你们火星呢是全宇宙笑点最密集的地方。我们这里不仅笑点多，而且你也要贡献笑点的哦。我会的，因为我是一个笑点很多，然后就是很可爱的一个人。那明白，就喜欢你这种自信。我们让你贡献笑点，怎么扯到可爱上面去了？没有，我觉得大家可能看到我就会笑吧。接不住。好了，跟你开玩笑。没有。所以呢，我今天来到这里就是来看大家的笑话的。好尴尬哦，第一次见面看我们笑话。哎，我突然想到，我上次说你，我在飞机上有一次我说你这个人真的很可笑，然后我跟他不熟，然后他说，哎，怎么感觉你在骂我？我应该是搞笑吧？其实我跟你讲，娜扎她讲话的时候，很多时候语无伦次啊，但她其实是很可爱的一个人。如果你们没有笑到我的话，就说明你们真的有点打脸哦。哎呀，你看看。因为娜扎出了名的笑点低，所以基本上任何故事都会笑一笑。其实我比较善良，我就会比较就是捧场这样。捧场的笑哈，每次都捧你的场，你没发现？连我你都是捧场，他们怎么办？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环节，就是我们的终极特工。终极特工因为有的时候会变化，所以我们简单的稍微介绍一下，好不好？我觉得刚才薛之谦做的特别对。什么意思？我们的终极特工上一场做了5个小时，一句话都没有说，我都以为是妆发精致的观众。所以今天不单单要介绍，每一个人一定要站起来，用最精彩的方式介绍，压力拉满。因为在这个舞台上必须要抱团取暖。就像我也是不被人重视，干了5季，我到现在都没有做上副局长。哎呀，你是在点谁，刘维？我还没做上副局长。他就是针对我来的，心中有想法了。我也没抱团取暖，都是靠自己。你呢？自己抱自己。所以大家一定要抱团取暖，好好的介绍，让所有人一下子就认识你们，觉得你们好笑。大家好，我是新晋特工林超泽。防止自己垮掉而垮掉呢？垮掉，已经垮掉了。哎呀妈呀！垮着跳，防止自己垮掉，我自己来整了一个活儿。
Let's go！ 这次来到火星真的很开心，爱唱歌爱跳舞 ，ENFP， 什么我忘记了，但是有刘哥就一定行哈。对不起，终极特工不用介绍了。不好意思，刘伟，你花了多少钱雇来的？对不起。刘维，你派林超蛇过来暗杀我是不是？一路这样旋转向我过来。对不起。刚才那一段感觉是致敬娜扎来了，为什么？因为新疆舞。大家 battle 好不好？看你们谁先转晕，好不好？哎呀，哎呦天哪！哎呦，哇可以，那是吧？没事吧？好烦。battle 一样好看，哇，太好看了！哇，大战 OK 可以。你别说，两个人转的可以说是半斤八两哦，都有晕哦。我穿的高跟鞋，不好意思。他也是高跟鞋。我也在高跟鞋。他也不低，他的甚至比你都还高。你整个人鞋垫脱掉，我看看。哎，完了，我看看。玩这么大吗？哇，好狠，这个太狠了。你看开场不要表现转圈，要表演那种上楼、下楼、上楼、下楼。来，快穿上吧。哎，文哥他比你矮，比一下。来，3、2、1，下楼。哇，文哥，赢了，你赢了，文哥你赢了。我的时代来到了吗？文哥站起来了。老薛，我的时代来到了。哇，你站起来了。谢谢超泽，好了，谢谢，哎，非常不错的新人呢，大家记住加胡文轩了。好，下一位自告奋勇的谁出来介绍一下？我叫胡文轩。他就是胡文轩，刚才叫林超泽。刚才介绍了那么久，他刚才卖命卖成这样，最后谢谢胡文轩。对不起。哎呀，大家好，我叫胡文轩，朋友们都叫我帅气小伙。最近不太火，但是有点上火的小伙胡文轩。好，接下来呢，等到施展了吧？让施展来好好施展一下。大家好，我叫施展，希望能让我在这个火焰情报局的这个舞台上施展一下拳脚。刘维，你还要跟他们抱团取暖吗？不抱团了，他们自己成为了一个组合。我 solo。刚才是3个可爱的弟弟嘛，我们今天还有很厉害的妹妹。哦，妹妹厉害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新人特工李一珍。虽然呢，我没有前面几位哥哥、几位弟弟这么就是多才多艺哈，刚刚算多才多艺哈，但是我还是相信我就是有那么一点实力啊。戚薇姐是最美的副局长，娜扎姐是最美的观察员。我们的特工里面也需要颜值担当。哎呦，怎么突然开始夸我呀？断臂的维纳斯，你这句话你忍得了吗？维纳斯。所以是谁呢？是谁呢？让我们广大的观众都听听看。陈卓璇，如果是你是这个态度，那应该也不是你。陈卓璇亮相，是我们的华莱士啊，绝对是华莱士当红炸子鸡啊，这个好。好了，首先呢，告诉我们的这个终极特工啊，你们看到现在前面有2个空的位置。这2个位置离你们近在咫尺的原因，是因为今天你们表现的谁如果是最好，下一场就会晋升为高级特工。哇，真的吗？加油！哎，那什么时候会有环节是可以晋升副局长啊？副局长。他一直想觊觎我的位置，我真疯了。反正好不好笑，其实我们说了不算，最重要的还是要靠我们的笑点记录员。所以欢迎我们的笑点记录员代表，女篮运动员大宝贝刘雨桐，欢迎。好可爱。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雨桐，今天也是笑点记录员。然后我们的会议呢，会从命中笑点、爆梗金句和完整故事3个维度来评价全场高级特工的笑点贡献值。逗笑观众1次，相当于投篮命中2分。如果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金句，就是投中了3分球；接梗就是助攻，跑题就是出界。而如果你没能把故事叙述完整，那就相当于抢断失去了得分的机会。大家加油哦！加油！好嘞，那谢谢大宝贝了。那接下来就看各位的表现了。我宣布，今天的火金会议正式开始。那第一个提案呢，我们老特工谁来呢？来啦！接下来由我们全场第2矮的我们的金世文，不必强调了吧？你现在高了一点了，长高了，长高了。谁是第1呀？文哥提案吧，文哥。俗话说得好，多个朋友多条路，在家靠家人，在外靠朋友。朋友呢，就是我们在外选择的自己的家人。但是我发现，多个朋友少条路哦。比如说，朋友好心办了坏事啊，比如说让我们社死了，要哭了，天啊！比如说朋友抢我们的风头，对，甚至是带着我们去踩坑。所以，多个朋友少条路。娜扎，多个朋友少条路，你有没有被哪个朋友坑过？坑过。没被坑过，你坑别人的也行。我坑别人的太多了。好，哎，那你来一个你坑别人的吧。No 。我讲一个我被朋友坑吧。好的。就是有一次，我的经纪人告诉我，明天我们要拍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广告，非常重要。这个广告代言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而且他们是第一次见你，你一定要用你最好的状态、最好的皮肤的感觉去见这个品牌方，然后要拍出最完美的一个片子。然后这样子的话，直接到后期我们签下来就比较方便。然后正好那天我就请我朋友来我家玩，他带了好多海鲜，然后给我带了非常多的面膜。海鲜面膜啊？对，海鲜面膜，整个龙虾夹在这儿，海星贴在这儿，上拔棒，这边6个生蚝这样贴满。哎，你怎么知道就吃的是生蚝呢？我就是你那个闺蜜。然后呢？然后他就说这个面膜用了之后皮肤会非常透白，然后整个人状态非常好，会亮亮的，然后皮肤补水，马上用起来。然后用完之后，我就跟着他一起吃那个海鲜，然后吃完之后过了一会儿时间到了，我一拿掉，我整个烂脸啊，全脸的小疹子，真的很夸张。你不会烂完脸的时候，你朋友在旁边？广告是我的。不可能，因为他没有我的这种，因为他的朋友没有他的姿色。你在说什么东西？什么塑料姐妹花？没有，我的朋友不是圈里的。哦，不是圈里的。他当时就是，哎呀，你不要着急啦，没关系的。哎，你这个朋友说话听起来很像那种，哎呀，没事啦，你这个再敷1张吧。负得正哦，2张海胆面膜。我是海胆精。没有，然后我真的很崩溃，躺在床上开始默默掉眼泪，然后就默默打开了我的手机，听一个音频就是消除负面情绪。你脸烂成这样，你第一件事情先是考虑到自己的心理，就先不解决脸。心态还是厉害。没有，我那一刻就觉得我不能急躁，我不能生气，我不能难过，我不能心态先调整，就是心态调整，因为我觉得已经没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了，就是脸是不会恢复的。但是很庆幸的一点，第2天我真的去拍了，然后他们还是很喜欢我，还是接下了那个。整个是烂的，就很感谢，就喜欢这个。那这样，我们来让娜扎教一下我们如何消除负面情绪，好不好？那他们不会睡着吧？睡着？你这是催眠的？有这个能力吗？哎，那是不是要坐在地上啊？来的，我们这样子围一圈。我们现在心情超烂。娜扎，请说话。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娜扎。好好听哦。
微微的闭上你的双眼，放松。什么东西啊？这什么东西啊？等一下，怎么会有木鱼啊？等一下，等一下，我闭着眼睛以为他在敲自己的额头。哎，我们不像出家导师。安静。哦。莫生气，莫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为了小事发脾气呀，回头想想又何必？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我若气死谁如意？谁如意？我这么熟。哇哈哈哈！娜扎，你的团队让我通知你，你那个代言取消了。想不到娜扎最后的这种解决方法竟然是出家哈！太棒了，太棒了！那祝福你哦，祝你身体健康哦，平平安安，好吗？刘维，你有没有被朋友坑的经历？这个故事是因为他讲完了之后，我突然想到的。你们身边一定有一些朋友，跟你们去逛街。让你们踩了很多坑啊！就是其实你自己没有想买，结果在他的威逼利诱下说好好看，对，哦好漂亮，好适合，写着你的名字，然后你就买了。我跟你讲，我有一天啊，就是我一个朋友想去买一个自行车，那个自行车是折叠的，然后我想说我陪他去嘛，一进去了之后映入眼帘看到了一个黄色，然后我就说，哎，这个黄色好好看呀，然后我的朋友在旁边就这样，哇，好夸张。为什么你每个故事里的朋友都是这个样子的啊？我遇到的朋友都很喜欢鼓掌。这个是季节限定，季节限定4个字一下冲昏我的头脑。主要是限定，一听到不得了哈。然后我就说啊，这个是黄色哎。这个是季节限定的大黄蜂黄。我当时就大黄蜂。变形金刚又是折叠自行车，谁不想要？就整个人就有点激动，我就苦思左想，冥思苦想啊！左思右想，苦思左想是什么？然后我就说，哎，我们2个人如果都想要，可不可以？然后那个店员说，哎，不好意思，因为这是限定款，我们只剩1台了。然后我那个朋友，那就你买吧，我们这么好，我让给你。我瞬间就下单了，我就特别开心，然后我就决定低碳出行，以后再也不打车了。我就骑着我的那个大黄蜂黄出门，然后我骑着骑着，我就发现我旁边好多大黄蜂黄啊！你买一辆共享单车啊，神经病啊！真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的黄跟他的黄一模一样哎，唯一的区别就是。它的上面有一个2维码，我没有。哇，可以贴一个。你是傻子吗？真的。你仔细看一下你那个车，说不定以前贴过撕掉了。你闭嘴。还有一个痕迹。他们的不能折叠。我骑的时候我就安慰自己，我说这是季节限定，这是大黄蜂黄 ，OK 的。我那个朋友住在酒店，然后我就骑车去找他。我骑着骑着，我离老远我就看到那个保安跟我这样。为什么？麦柜在左边，你往左边走。我真的要气死了。后来我就看我的朋友果断的下了一个单，买了一个新的颜色，然后我就马上再见。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好笑吗？娜扎？好笑。还可以哈。我觉得我没有他那么浮夸。谁浮夸啊？是说刘维吗？你是在说我浮夸吗？我没有这种手不通。我们所有人为你这个故事。还有谁朋友挡过路的？嗨，有了！我的故事叫做《朋友不慎选，祸害1000年》。哎呀，好疼！我的妈，好疼！你声音很响哎。对不起。我这个是一个被朋友挡路的，而且挡的是一个工作上的戏路。前几年呢，我接到一个电影的试镜，然后他是一个年轻爸爸的角色，你知道吗？我这个人的长相就长得特别尴尬。为什么呢？你知道我这个岁数了嘛？对、但是我就长得特别年轻。娃娃脸。娃娃脸。
那这样，你猜我几岁了？今年？真的放开了猜。放开猜。 40。哎呀，这样是懂猜的，太厉害了，慧眼识珠。是40。我是40，他真是真的。他40岁，确实保养的不错。对，就是很尴尬。这个戏是个年轻爸爸嘛。年轻爸爸。这个戏呢，我就跟我一个朋友说，哎，我最近要去试一个那个某某大戏了。结果他跟我说，哎，你长这样怎么会试得上呢？ 我建议你一定要减老一点啊，才能够试上这个角色嘛。然后他就说，你就从今天开始就不刮胡子。从那天开始呢，我就是连保养品都不吃了，护肤品也不擦了，我就尽量变老。就在试镜那一天呢，我就还特别穿了一个特别显老的服装，特别老气。你来看一下我那天的造型好不好？好。哇，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就一个问题，这个爸爸做什么工作的？不是，我也没当过爸爸嘛，我不知道爸爸要摆什么。你就算没当过爸爸，你也有爸爸吧？应该没有爸爸会这样吧？你爸爸在家里都这样吗？敖犬回来了，回来了，犬犬。好。哎，这个 pose 不行吗？这 pose 行个屁啊！娜娜，如果你先不要管年轻爸爸，这个人跟你告白，你会答应吗？滚！娜扎，我喜欢你，娜扎。快离开！我懂。好了，回来现场啊，就是这个戏就没试上。那你们知道谁试上了吗？谁啊？我朋友试上了。哇哦，真是没想到。 你没试上跟胡子没关系，是这个了，全哥。我跟你讲，我不跟你开玩笑，我爸爸出门要是这么穿的，跟我一起出门，把他打死。神经病。哎，那你觉得你留胡子会好看吗？我觉得还行哎。有没有看？我属于不好看的。为了证明我不是因为胡子出了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男特工留胡子好不好看。我帮你们 P 图了啊，来看一下。哎妈呀！哎，我那张也有点问题吧？你那个好丑。如果你们的爸爸像左边这样申公豹一样，你们什么感觉？申公豹。儿爸爸来接你了。娜扎，这3个人跟你告白，你会答应哪一个啊？娜扎。好像吗？娜扎。好笑吗，大宝贝？好笑。刘维呢？在工作中有吗？我相信说一个人，大家应该很多人有共鸣。谁啊？多一个杨迪，让我无路可走。你要讲我什么？首先，第一，我先说啊，我跟杨迪关系很好啊，大家众所周知啊。但是杨迪真的有的时候在综艺节目上会曝光出一些我可能内心当中并不想听到的话。然后每一次我们那种结尾了之后，都会有一个总结发言。我那次在柳州，然后杨迪就这样：“刘维，你说吧。”然后我就想说我要上一下高度，然后我就说。来到柳州真的特别开心，但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柳州的人。这个是不是说完了之后，大家还是觉得还蛮好的？嗯，就是杨迪在旁边，好像，杨迪就长这样。刘伟，没有文化。沈阳那天你也说的是人。就是杨迪会让我觉得我知识水平特别的薄弱，你应该得罪的人不止他一个吧？娜扎呢？我跟娜扎老录节目，我有挡你的路吗？其实我跟他也不是一个赛道的。这赛道确实有点远。你要跟他赛什么？我真的必须说，他真的是综艺一个，反应快，说话快。跟他录节目就特别难受，就常常有一种感觉，我用演的、就是，不，这是什么？不，你已经想到梗了，但是你就讲不出来，因为杨迪先讲了，他太快了，真的。但是呢，我想到了一个大招啊，
在杨迪准备开口说话的时候，拿出华莱士，全火星人都爱吃的华莱士汉堡。对，华莱士汉堡，炸鸡要炸，梗要炸，全鸡要炸。我本来可以不说话的，你说错词儿了。你别说话。全鸡要炸。再一次，全鸡要炸，梗要炸，有华莱士陪我们同框的。真的，迪哥都没开口。你觉得这种人，我还需要抢他的话吗？再给我一次机会，全鸡要炸，梗要炸，有华莱士汉堡陪我们同框的镜头必然炸。这招可以吧？这一招我确实就不能说话了，因为我也被华莱士的香味所吸引了。哎，吃一口，记得给我一个啊。好哇！我想到了关于感情这个部分，女生应该有很多同感的。比如说你交了个男朋友，肯定会有闺蜜给你各式各样的意见，是不是啊？我有，我恋爱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恋爱判官。开庭。真的有，因为我也有这样的朋友，但我觉得我朋友呢，他倒不至于说挡了这个感情路啊，但他就经常在你的这个恋爱路上吧，就丢个香蕉皮，撒点胡椒面什么，就是这种啊，小磕小碰的。对，我男朋友呢是一个南方人啊，他是澳大利亚人。哇，好南方啊，南半球人啊。我第一次带他去见我一个朋友的时候，就希望我朋友看一下，看看是他这个人怎么样。然后我就感觉那一天整个下午，我朋友每次看我男朋友一眼都欲言又止的样子，想说不说的哈。哎，对，到晚上我就问他，我说，哎，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朋友就说，你知道吗？我以前啊，就是对于外国男朋友的理解都是从美剧和这个电影里面看的，所以在我脑子里，一个外国男朋友的长相，肌肉男、帅哥。哎，对，他说哇，我今天第一次见到你男朋友，我才知道哇，也有这种相貌平平的外国人呢。然后我说，哎呀，那我是不是有点亏啊？他说，哦，那倒也不至于，你俩还是挺搭的。但是你这个闺蜜朋友好像什么都没有帮你分析，讽刺完你们俩的面相以后就结束了，是不是？你们两个挺配，两个相貌平平的人。对，这种情况非常多见，还不一定是他说了什么啊。比如说有一个女生朋友带一个男生给你看，最怕的他说，怎么说呢？这种事情还是看你自己，然后你就会想很多。对，倒不一定是不明说，对，不明说会说对，对，给你一点表情，有这种吗？那种哦，你开心就好。对，你们俩开心就好。你们俩像隔壁的张阿姨和王大妈一样。感觉现在在这种大城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但凡一个30加的女性，你找对象的时候，你但凡拒绝掉任何一个功能健全并且有工作的男人，大家都会说你呀就是眼光太高了。所以我们现在就会抱团，大家就一起来分析，我们会一起找，对，找同一个。哎，不是。这样以后别人再责怪你，你呀就是眼光太高了，你就可以说，耶，这个决定是 Rebecca、Monica 和 Veronica 做的，关我 Josephine 什么事？对，你的朋友怎么都是卡？是，还是要多跟闺蜜一起决定，这样的话自己压力小一点。哎，你们谁身边也有这种类似的好朋友，就是经常插手你的感情？有，那个时候我在上大学，我当时喜欢上了一个女生。我当时表达喜欢的方式是给她每天带一盒酸奶，很可爱。后面呢，我发现她把那个酸奶给她班上的别的同学都喝了，但她自己就没喝。哦，就是看不上你的酸奶。对，然后呢，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朋友。我朋友说我从根本上就错。他说首先你应该送草莓味的酸奶，然后呢，他把酸奶拿过来，他用红色的笔在那个酸奶的那个口上画了一颗爱心。哇，好脏哦！他还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就是那个女生她经常看美剧，她说你可以跟她说话的时候用英文。哇，一套一套的。但是当时我觉得她说的非常有道理啊。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拿着粉色的酸奶，上面画着爱心，我说 this， 你还是说的是重庆话，那个是this is pink milk。Pink milk。粉色的奶。Do you want drink it? Only one for you。哦哟。然后呢，当时他就用四川话，他说：“哥儿，你是不是有病啊？爬远点。”
就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就是之前给我出主意的那个朋友，他去年他才谈的第一段恋爱，全世界怪招哈。小诗啊，哎，哥给你个建议你下回再有这种要给你当情感军师的朋友，你可以先请他吃顿饭，好，整点小烧烤，搭配青岛啤酒，因为青岛啤酒配万物，尤其适合兄弟走心局。喝青岛啤酒，杯杯接人情，一切在酒里。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吐槽的朋友，我们都没有跟他绝交，对不对？对，越是这样的损友，才会在那种事情最应该表达他态度的时候，说出真话在你的身边。所以这样的朋友其实没有让我们少条路，反而我觉得多了一条路。对啊，其实多个朋友少条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每个人最后必须经历的一个归宿。我觉得人生到最后就很简单，2、3个朋友，一条路，2、3杯茶，然后绿水青山，就是这样，仅此而已。哦。不用去指望很多的朋友帮你去铺路，你自己走出来的才是路。这个提案已经结束了，如果觉得这个提案有共鸣的话，大家拍桌支持，请表决。好的，我宣布第一个提案通过。接下来第2个提案，我们的副局长好好打样，好不好？这个打样不敢当啊，因为我就是当了副局长第1个提案。哇哦！所以我发现，很多地球人都背负着阳刚包袱。哦，怎么说呢？举例说说看，怎么样才算是有点阳刚包袱呢？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些女生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住，扛着那个水，那就很重的来换水，冒着被骨折的风险，都还是要自己换。陈忠学，那有些男生、女生问的问题自己完全不知道，宁可去查这个百度，也不愿意承认自己不知道，是不是啊？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在电影院里面看到非常感人的画面，明明是想哭想落泪，不哭，但是就忍住，就憋住，不愿意让你们看见我脆弱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我觉得这件事情女生还好，但是男生都会很忍。对，大家生活当中不管男生女生都会有这样的包袱在。是。就比如说跟大家分享一个，来，炫哥。林志炫。没礼貌。李承铉。炫哥，他有阳刚包袱。他觉得男生跳舞啊、化妆、做那种很夸张的造型，是一种不够阳刚的一个表现。你让他是在北美长大的嘛，他跟他一帮那个 homie 们，平时都是那种 What's up? Yeah, that's right. 对，AKA 的就这种啊，这种感觉啊，很有力量感的，很有力量感的。但他那个感觉不太融入那些。不会。不是吗？我们看一下他以前的样子。以前跟他 homie 玩的样子，哇！年轻的时候他是这种比较痞帅的，哇，就觉得我自己是最酷的啊，我非常 real， 就是那种感觉哈。就他就在这个时间段的时候，他去了韩国，就有个星探发现他了，就劝他去男团，然后他说啊，男团啊，那不是要跳舞啊，然后要就是化妆啊之类的。他开始是很排斥，但家人说，那反正你也在这待着，你就去试试看嘛。然后他就去试了，然后试了之后，还就成功成团了。哇，很帅啊，花美男。但是这件事情，他始终都没有告诉他美国的朋友。哇，因为他觉得他有点丢脸。就是那种男团啊，那种唱跳啊或之类的，他觉得完全2个风格。然后那个大概是在2年之后了，突然有一天，他的朋友给他发了一个邮件，然后把他在韩国的新专辑，还有他的专辑当中的他单独的一张内页发给他。哇！就说 It's you, really？ 就是很质疑。哇，被羞辱啊！那个时候他就觉得我的阳刚包袱掉了，然后哎呦。这个装晕，这个真的好丢人啊！
其实炫儿哥这个炫哥这个阳刚包袱，我其实是感同身受的。怎么说呢？因为早期的时候，我刚当艺人那会儿，我也觉得过重的精致的妆容，我也是觉得脸上有点多了。男孩子我画什么画？尤其是我那个时候早期是很多外景节目嘛，自然光拍到脸上，外景多好看。但早期的节目真自然呀。你知道我那一刻突然发现我还是需要一点包袱，是因为我有一天在家里看我的节目，那个时候我右脸痣非常多，我在电视上突然看到我在那边吃一个那种凉拌菜什么东西，就是右脸在那边吃，然后我那个时候那个烤瓷牙还是不是很好的那一副，就很爆，我真的以为是一头驴。然后我那一刻我说我还是要化妆，我一定要把我右脸都。就烤瓷牙要换一副好的，然后右脸该遮瑕的都遮起来。我到现在为止，我这个包袱都还在的。录节目能站左边我就站左边。你还要想左右脸？我什么话了？我去你演唱会的时候给你发了微信，你想一想。我想不得了。我说薛之谦演唱会是要 cue 我们是不是？镜头从左边拍。这么细啊，皮哥。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的感觉。我来讲一个吧，千万不要跨界尝试一些不属于你的舞蹈。我高中的时候就被啦啦操毁掉了我的阳刚包袱。你跳啦啦操啊？看不出来对不对？看得出来。你是啦啦队的？我不是，我高中的时候是田径队的。然后你知道练田径的男生每一个都是。七哥说的那种特别有这种阳刚包袱，就听不得别人说不行。然后有一天我们的田径的群里面，突然教练发了一条信息，说今天学校的图书室楼顶要搬书，没有体力的同学就别去帮忙了。哎呦，这话说的，我能忍吗？这一定根本忍不了。对，穿条拉拉裤就去了是吧？什么拉拉裤？没穿，没有，不是什么没穿，穿了。拉拉裤，然后我们上去一推门就看到里面6、7、8、2、2、3、4，然后我们就觉得不对，只有一帮女孩在跳啦啦操，骗过去的，被骗了啊！男孩不愿意跳啦啦操，只有一件事情不能接受，就是那条裤子，对，真是看不了，桃姐，很恐怖，衣服也很吓人。但是衣服请 OK 嘛？裤别说了，我都穿了。然后我们田径队的3个男孩还要在练田径的课余时间练啦啦动作啊。顺动作的时候，田径队的朋友过来，我们就立刻要假装在练田径。啊，然后有人来了啊，这个没有这个动作，没有这个动作了，可不可以忘了这个动作？然后关键是那一次，我们的那支队伍拿了重庆市南岸区的1等奖。哇！练了2天的时间，然后其实大家都觉得哇，但是我们说实话，我们田径队的3个男生第一想法就是不要被别人知道，无名英这件事情，对，就过去就好了，低调。结果我们学校的广播每天中午都念一遍。张延琪同学，张延琪。陈新正、林方舟、臧生同学，那个你自己名字念一遍就算，一共4个，我都记得，真的很可怕。那你还记得这套操吗？对，想看，好想看，来。但是，啦啦操不能一个人跳，它不是一个 solo， 它是一个组合。没关系，在火星。你干嘛脱衣服啊，哥？在火星，怎么会没有兄弟？准备这么充分的，快来吧！啊，这么穿的，哇，我无法接受，我无法接受这个火焰的图案。哇，谢谢，好贴心啊！哇，我手指要抠在地上了。今天我们就放下我们的阳刚包袱，放下好吗？任何一种美丽都是美丽的。把这段啦啦操送给你，大宝贝，迟到的祝贺。I'm a Barbie girl in the Barbie world. Loving plastic is fantastic. You can brush my hair, undress me everywhere. Imagination, love is your creation.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I'm a Barbie girl in the Barbie world. Loving plastic is fantastic. You can brush my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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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等一下，我们要来这个。放弃，放弃。刚刚雨桐正面来看这两位的啦啦操，什么感觉？有被击中吗？我要是比赛的时候看你们俩跳这种啦啦操，我得兴奋死，振奋了，兴奋了，兴奋了，振奋人心。我爆料一件事啊，杨迪不只能跳，杨迪还能对嘴，他可以完全假唱假跳。杨迪，这个我来，怎么还跳的好后悔，真的。哇，你现在还打着领带，真的好奇怪啊！商务啦啦操，我这不是刚下班过来吗？准备被我的元气击中吧，音乐。Here, Barbie. Hi, Ken. You wanna go for a ride? Sure, Ken. Jump in. I'm a Barbie girl. 干嘛呀？ In the Barbie world. 怎么有二人转的味道？ It's fantastic. You can brush my hair. Undress me. 他口型对得很准哎。 Imagination, love is your creation.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I'm a Barbie girl in the Barbie world. Love is magic. It's fantastic. You can brush my hair. Undress me everywhere. Imagination, love is your creation.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太高了。很享受，很享受。哎，我觉得男生都很吃激将法。怎么了呢？我就发现，你只要对阳刚包袱的人，你只要加上敢吗？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说，有道理，对吧？你说你想不想去，他不一定；你敢不敢去，他马上想试一试，对吧，刘维？啊，我们有一个老师特别搞笑，他每次就擦黑板这种事，他非常有技巧，他每次都说。黑板好难擦哦，有哪位男同学有勇气上来试一试？所有全班男生都举手。我来，对，我来，我可以，我来，我最会擦黑板。然后我的同桌最踊跃，上去擦完了以后回来问我牛不牛？牛。我厉不厉害？我想说擦黑板有什么牛的？不需要勇气，只需要力气。其实刚刚讲阳刚包袱是一些外在的，你们有没有一些内在的关于阳刚包袱的故事？我发现有一些人他在特定的这种职业加持之下，他的阳刚包袱会翻倍。前两天我带我的拳击教练去按摩。那个按摩的地方，那个师傅呢特别厉害，杨师傅，但他手劲儿非常大，所以我们去按摩的时候，那个杨师傅就专门跟那个拳击教练说哥们儿，我手劲儿特别大，你要是一会儿疼的，你跟我说。然后这个教练听完说，哈，我打拳的，我有什么受不了的，来吧。这句话一听完，我就知道这两个男人之间的战争开始了啊。接下来杨师傅开始很快我就听到那个教练发出那种男人强行隐忍之后发出的闷声。是什么声？就是那种。这个是在上厕所吧？他就整个人一直趴在那。我以为这就到顶了，结果过一会儿啊，这个杨师傅就低头问了一句那个教练说：“哥们儿，你很疼吗？”然后教练说：“没感觉啊。”然后杨师傅说：“啊。”但是你的肌肉都驼起来了。然后这个教练说啊，我肌肉硬，你可能按着费劲儿。哇，这句话一结束，我肉眼可见杨师傅的斗志被点燃了，因为他当时就做了一个撸袖子的动作，尽管他穿的是短袖。然后我是怎么看肉眼可见这个战争升级的呢？就这个杨师傅开始了一会儿之后，我就从他的侧面看到有3行汗水，就这样流下来。然后滴到了那个教练的背上，推背，当场推背，精油。然后再过一会儿，我就发现那个按摩床上面那个 C 脸的小孔下面也开始滴水，你也不知道是泪水还是汗水。然后最关键是这个阶段他们的战争已经进入了那种无声的状态，就是那个教练他觉得连发出
这个声音都有损他的阳刚包袱，所以他连这个声音都mute掉了。然后这2个男人就在那互相做工，互相抵消。然后很荒谬的一幕发生了，就是我在那按了这么久，我第一次在按摩室里面听到了床叫。然后那个床就在那咯吱咯吱叫了半天，好不容易按完了1个小时过去了，那是第一次杨师傅没有问要不要加钟，哎。然后呢，到了第2天，我想说教练也休息好了，我就想找教练去打拳，结果教练告诉我他当天休息。然后我就想你休息，那我也休息，我去按摩一下，我就问杨师傅，结果他也请假了。两败俱伤。对，我就觉得有一些这种职业确实会让很多人觉得硬撑啊，我不能输。对。别说职业了，我告诉你，硬撑的事情就阳光包袱，我身边也有很多。我们聊的是阳刚包袱。阳刚包袱嘛，阳刚包袱，开玩笑，我口音没那么烂吧？啊有。好了，阳光包，我跟你讲啊。哎，我没意思哦，我讲错了。你把阳刚说10遍，阳刚有毛病啊，神经病莫名其妙。我小时候就是我特别害怕针孔，就打针啊，打针。因为为什么呢？我第一次就是笑点在娜扎。他想到自己昨天一个事儿笑了。奇妙。回来 ，OK， 可以回来了，哈。打得不响。哎呀，你们俩是不是有毛病？我讲故事讲1个小时好不好？到现在开场都没开，你讲莫名其妙。我一想小时候阳光包袱嘛，阳光。完了。阳刚啊，反正就是包袱，好吧？就是我小时候特别害怕打针。小时候第一次打针感冒了，啪一针上去，哇，我就大叫起来。我爸爸啪一个耳光拿过来，说有什么好怕的？男生你怕什么这个东西？可是那一针真的是打到我腰椎上，没打到屁股，贼疼，打偏了。哦，跟你讲，这还不算什么，就第2次的时候呢，我是小朋友，我在后面排队，他在我前面也是个小朋友，那小朋友是那边这边讲，哦，阿姨轻点，阿姨轻点，阿姨轻点，这针不是要快进来声吗？阿姨轻点，我当时觉得，哎，有那么吓人吗？我就伸头去看，那个针快到的时候，他一动，哇，血都出来，就在那边哭得不行啊，一个小孩。然后我就耳濡目染了，搞得我心理压力也很大。到我的时候，他针要开始进来之后，然后我从此开始恐针。然后我爸爸就是为了让我怎么，他好害怕这样的阳光包袱。我爸爸为了让我有阳刚包袱，有一天我跟他出去见义勇为。哦，看到坏人我们俩一起打他。哇，打得好惨哦。然后我爸爸也被打得很惨，我爸爸整个耳朵被打得开裂啊，耳垂整个快掉下来啊。然后爸爸在医生那边说：“来，医生就这样缝，儿子，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男人，你以后还恐不恐惧？告诉你爸爸，这个叫男人。”医生说：“你这个要不要打个麻药？因为整个半个耳朵快掉下来。”好吧，不用打。医生你来，把装的一动不动，跟那个关公一样，啪，半只手臂全部拉下来，哗，身上也没有纹身，全是肉扑扑的。哎，我问一下，你爸爸缝耳朵为什么露胳膊啊？哎呀，是形容嘛。好了啦，爸爸反正就在那边缝耳朵嘛，就开始了。我觉得哇，好 man 哦，我一定要考看。那个医生哦，咵一针进去，我爸。然后我。麻药。然后他因为男人嘛，捂着自己嘴，哇，缝了他，我就真的哇，在那边，整个舌头都在外面，我那个耳朵肿得跟猪头一样，然后走回家，我就耳濡目染，从此以后我还是在怕针，就是没有搞定这个问题，我就知道一定要有阳光包一样。然后我的儿子就是来了，他也看到，第一次打针肯定会很害怕。然后有一次后来我生病了，儿子就在旁边，我让你见识，爸爸什么叫男人。然后医生就过来给我打，我不跟你开玩笑，我当时被打成什么样子？我给你们看一下一张图片，就能证明我当时有多恐慌。看一下，哇啊，这么夸张？好夸张啊！这个你能看得出来，这是汗毛孔里面出汗啊！我就紧张到这种程度啊！打针的时候，我硬忍哦。
一针下胸，忍完以后，我给儿子一个很自信的笑容，不疼吧？哎，我还跟你讲，真有用，真有。除了我身上这个汗我才没看出来之外，表情是稳，表情是完绝对稳的。我第一次这么稳，然后我儿子从此以后再也不害怕打针了。阳刚包袱，哇，稳的稳的。所以说，男生是不是真的对痛啊这些，真的是会有阳刚包袱的？你也阳光包。但爸爸那个伤太重了，没必要，真没必要硬撑。友情提示：如果需要缝针的朋友，真的要打麻药，不是人人都是关公的啊，引以为戒。迪哥一般会有这种感觉吗？看恐怖片我就有点害怕嘛，所以我就会点一个华莱士到家里面，左一口右一口，全鸡配汉堡，阳刚值爆表，这样的话恐怖电影我也不害怕了。哦。娜扎呢？娜扎如此的温柔，阳刚包袱有吗？娜扎为什么是这个迷离的状态？因为她一直在准备自己的故事。没事儿，也就随便讲讲行了。其实我生活中是一个很随意的一个性格，但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会给很多的不熟悉我的人会感觉我可能是那种一讲话好像细声细语，然后好像很软毛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自己想，那我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气场可以更强大一点，然后让大家就是觉得我其实还挺有阳刚的一面。哦，怎么弄？怎么弄？我就经常会和朋友们去 KTV 唱一首歌，叫《算你狠》。等一下，等一下，你唱一首歌就能变阳刚啊？会不会对阳刚有什么误会？如果说可能今天有一个局，也有很多人不认识我，然后我一唱这首歌，大家都会这样子。哦，有反差的感觉哈。哇，那你这样说，今天是撞到枪口上了，你今天不唱也不行了。那我们想看看反差有多大，好不好？算你狠，来，哎，厉害了，厉害了。没有，这就是我刚刚为什么一直迷离的原因，因为我没有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唱。那要随便的，随意一点。哎呀，哇哦！预备二锅头，呛得眼泪流。圣诞寂寞愁，好汉不回头。不回头啊！你若要走，我不会留。强留的爱情不会撑得太久。太久，太久，太久。不耐寂寞，尺度游走。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话说算你狠，换话说，好像错了。错了2次，我就当真。 Here we come on, here we go。我真是没什么出息。哎，没出息。对你还不放下，还放不进下去，真好听。可以了，可以了。哇！你还别说哦，这段表演可以说基本上是废掉了。下次 KTV 别叫他出来玩了。但是我觉得娜扎有一点是 OK 的，你还真不怯场，管他唱的好不好，什么都没关系。对，这个很难得哦。我发现他是会先怯场，然后突然正式来到这个节点。我今天还是有点害羞，真的，因为真的没有当着这么多人面唱过，真的不想丢这个人，但是没有啊，什么没有，丢得很厉害，没有，但蛮好玩的啊，下次不要再唱了，好不好？其实我是觉得男生在青春期喜欢女孩的时候都会有这个阳刚包袱。小时候我不是学拉丁嘛，然后我就会经常的在模拟赛上面跟我暗恋的那个女生，然后就示好，就耍帅之类的。然后 2 3 2 3 cha cha 1 and 2 3 cha cha 1 and 2 3 撒旦哈，真的好像刘伟哦。我动作也像，他走过来也像。这是刘维继承人嘛？一样的。真的。重点来了，就是旁边那个大哥，他老放大招，他就下岔了。然后我也不服输，然后我的那个阳刚包袱就上头了，然后我瞬间来了一个转身，一个大下叉，哎呀，我的裤子太紧了，就崩开了。因为当时就觉得不能丢脸，然后我就灵机一动。哎呀，哇，这不是健美操吗？开了。哎呀，哎呀，全都能。哎呀妈呀！哎呀！
哇塞！然后还要跟那个女生互动。啊，还要互。女生这时候开始跟他互动了。好，这时又来个男生跟另外一位来了。哇，好，抢夺，队长，2个人都使出了绝招。哇，太棒了！哇塞，好厉害！但是当时的状态其实真的是裤子崩开了。哎，你都已经劈叉劈成那，这儿都撕开你，而且还这样，腿还这样。一开劈开是第1眼对吧？这是第2眼，大家看到这个翻第3眼还是给人看。这你看不看？看我，我练了，为了你。就很想说用招救一下自己，但没想到拍了3、4笔。好，谢谢。不容易，不容易，太拼了。我跟你讲，还有一种阳刚包袱，哎，就是酒桌上的阳刚包袱。有，咱们就是不论男生女生，哎，甭管我喝的是水，喝的是酒，你只要举杯我就得干，酒满杯，情满怀，不喝这杯没未来。棒，哎，这么会？咱就是说，哎，有一天，哎，我跟杨迪，哎，咱们收工了，一起出去喝酒，杨迪你干嘛瞪我？怎么说？啥口音了？整这儿来了。每次我和杨迪跑完同一个通告，都会约着整点小串啊，喝点青岛啤酒啊。然后咱们录节目，当时也有一些好朋友，然后杨迪喝高兴了，说：“来，我把范丞丞和黄清纯都叫来，助助兴。”什么过程？没有，开玩笑。你把我讲的好像《封神榜》一样，纣王。刘维这个人为了想坐我副局长的位置，不惜在外面造谣。那你来说，当时他们组合都跟我们一个活动，对，那会儿还在跟黄兴纯和范丞丞在聊天。对，我跟黄兴纯聊天。我说那就把他们喊出来一起吧。然后黄明昊不是没来嘛，说的我好像纣王一样。妲己，别乱说。然后黄兴纯和那个范丞丞来了，我当时很惊讶，因为很晚了嘛。我说哇，好厉害呀！然后杨迪看着我就跟我说，还是我。用我前辈的身份压他。闭嘴吧你！综艺纣王，综艺纣王听上去好恐怖哦。录节目的时候无所谓，一到节目一录完出来玩啊，晚上。纣王叫你，谁是综艺妲己？更好笑的是，杨迪把人家2个人叫来之后，然后我们2个人给人表演 I'm a Barbie girl in a Barbie girl。那我想请问一下，到底谁在给谁助兴？然后大家就喝开心了嘛，然后我就感觉杨迪开始走路就有一点，你是我见过最好的人，然后我就感觉杨迪不行了，然后你作为好朋友肯定得劝嘛，这种别喝了，不行，我说杨迪你别喝了，然后杨迪就跟我说，我能，别管我，杨迪就一杯一杯喝，然后杨迪团队也过来说，迪哥你别喝了。不是你别乱说，我团队的人没有人说话，我经纪人在出了门，门口有一个墙边有一个人，眼睛是睁开的，然后这样，然后这边喊他，然后这个故事其实讲了，大家都觉得有点虚构哈，虚构的啊。然后我今天还带了视频，因为真假的？哇，视频，不要吸引眼球了，迪哥，真有。杨迪团队真的是让我惊呆了。又在拍快乐短剧吗？那么冷杨迪有点阳刚，还有多久到啊？快到了，10分钟。我有点忍了。我下来，你看多清醒。你看我那个表情很好，我当时都那样，我还在问还有多久到要回酒店。对，而且我当时拍你，我还说了一句多阳刚啊，好可怕！17年的事了，今天派上用场了。还记得，像刚刚这种情况啊，后辈啊多少在前辈面前都会有点放不开。我们啊几个吃着烤串，喝点青岛啤酒，哎，都放开了啊。
其实青岛啤酒特别适合这种朋友坐一会儿的局，不仅能缓解压力、加深友情，还能让大家重拾心情，千万种情绪啊都在酒里呢。今天晚上必须聚啊！有事儿给你们说。我能举报个事儿吗？说吧，请讲。刚才在讲故事的时候，敖犬一直在我对面排练自己的表演，是这样。敖犬 ，Q 到你了，那你就出来吧。好了，到我来。这阳刚包袱好重。我要说了，这个阳刚包袱，我真的觉得刚刚驸妈说的是有道理的。你刚刚说男人真的经不起别人说你不行。对，我觉得但凡一个正常的男性被听到说你不行的时候，都会有点生气的表情。你不行，你是男人。你不行，你不是男人啊！你不行，你才不行呢！你看生气了吧？但是我就是自然反应。对，就是会这样。就是我并没有多想哦，这第一自然反应。你是正常的男性。对，好了，然后呢？那种，我这是你又不知不觉走到这里了，对，让给你了。不要，一起讲啊！我要说的是，我以前是一个 B boy， 就跳那个 breaking 地板动作，就头顶转啊。对，各种大招。对，我之前参加很多舞蹈的节目，然后我就特别喜欢比完后我去看那个弹幕，然后我只要跳的有点慢，或是有点掉招，懂了，他就会在弹幕上面公屏就说。他不行了，他没年轻厉害了啊！大家要知道，就是我真的已经40岁了嘛，对吧？对，然后我那个胜负欲就是说，我偏偏就会在意这个东西，我就真的会觉得，我下一次在节目上的时候，别人呛我不行的时候，我还是要证明我这个年纪没有输给年轻的自己。你不行。还能不能跳到年轻时候的样子？不要比了，放弃吧。我可以。DJ 加了 B。要宝贝。我行，把手放下来，怎么不行嘛？大宝贝，快把它丢走了，要命了！哦，可以哦，真的没在练，宝刀未老啊，好累啊，他真的好累哦，太累了，很拼，真的很厉害，棒！虽然舞步很老，但是很厉害。没有，我觉得他很好。完了，他开始帮你说话了，完了。没有，他刚刚在这里做的有一个动作非常难，铁门槛是很难的。天啊，他在跟我吵架，娜扎在跟我认真的吵架耶。没有。娜扎，你觉得我刚刚跳舞的时候像几岁？像还是40。但是说句实话，我真在东北见过。真的，特别是中间那个，对，正月里来是日西，你行吗？你要挑战一下我们东北的那种节奏快的，要加上这种 B boy 吗？你不会不行吧？啊，不是吧？啊，你不行吧？行吧你？不会不行吧？好啦，算了，尽力而为。算了，尽力而为吧。你活着比较重要。你在可怜我是吗？我可以。各位朋友们，抓着 B。
好奇怪啊！你看，哎，有那个意思啊，有那个意思啊，是不是很多美？很好笑哎！好，铁门槛，是不是很像？哎，好像这个音乐比较大，是不是很像？真的可以，行，棒，没有包袱了。好吧，新志文来说说你的。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去参加女儿的亲子运动会的时候，我就绝对这阳刚包袱就爆发了。我必须为了女儿，我一定要展现出 daddy 的力量。daddy 父爱如山。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拔河的那个项目。就是有2个最壮的家长嘛，然后他们分别选那个队员嘛。然后我记得他们选队员的时候，我是站在了最前面。很明显嘛，就是很显眼啊，确定吗？对，但是2个家长分别都绕过我去选后面的家长。哎，我选那个啊，你永远在前面那个。我一直在这儿，我就一直在这儿站着。那天就出一个单儿，我就是那个单儿，队员满了，把我给晾那儿了。在我最尴尬的时候，还好这个班主任来化解了尴尬。那个米迪爸，你不用那个迷你爸，米迪啊，女儿叫米迪啊，我以为你老师也戏称你呢，迷你爸，好坏呀，杨迪，迷你爸会不会太上来了？迷你爸爸，米迪爸爸，你不要觉得尴尬啊，没有关系，一会儿还有妈妈组的比赛。我听到我就更尴尬，我当时我就笑了，我说我一大老爷们儿，我跟妈妈组，你这确实我觉得有点欺负人嘛。后来妈妈组比赛一开始，我过去一看，其实我有点低估妈妈组了，更拼，一个都比你长，比你壮。我就这么形容，就妈妈组基本上都是缩小版的大宝贝儿，没有比我矮的。那你干不过。我就硬撑嘛，那个阳刚包袱，那咱这该上就得上，那就参加妈妈组了，对吧？然后我就参加了，我记得这个其中一组，然后我是被夹在中间，2个妈妈咔就给我就给我夹住了，我就听哨声一响，然后所有妈妈一使劲，那个绳一蹬起，咔就把我就给蹬起来了，飘起来了，你腾空了。当时我就发现我双脚离地了，对我脚够不着地了。然后我就一直就要蹬，我就要往后蹬，但是我够不着地，你知道吗？后来我把鞋都摔飞了，鞋都没了。后来输了，很惨烈。因为加了一个重量。但是确实是因为我没使上劲儿输的。如果你让我够着，但凡让我够着地，这胜负欲还在呢。让着他们，使不上劲儿啊！我说赶紧找我媳妇儿，就找我姑娘求安慰嘛。我说这也输了嘛。我一回头找不着他俩了，我估计他俩早就看不下去了，先走了。阳刚也没刚明白，陈卓璇，你来说说你的吧，阳光高夫，还有你有什么故事吗？不是阳光包袱，阳光包袱。我刚刚甚至听你说的是阳光功夫，我都疯了。就是我发现我爸爸比较有这个阳刚包袱啊。爸爸怎么了？因为从小到大肯定都是爸爸像一棵大树一样，就觉得什么事情都是应该我依靠着他。但是长大了之后，他在情感表达上也有包袱。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他和我妈妈一起送我去嘛，然后我爸爸从来是没在我面前掉过眼泪的。然后但那天我就感受到他有一点点沉默寡言。然后晚上他们回去了之后，我就还是给他们打了个视频，想说看看他怎么样。结果视频接过来之后，我就看见那个画面里面是这样的。然后我就想说，完了，爸爸肯定就是有点难过了，肯定是哭了呀，什么都哭成这样了。我说你那边怎么在抖啊？爸爸说没有，今天新买了个按摩椅。他就很会给自己找理由，然后后面就是妈妈把手机抢过去说不是的，是你爸爸在从学校回去坐地铁的时候哭了一路，然后哭到住的地方还一直在抖动。
父亲一般都会在孩子面前压抑自己的情感，是的对，不能创造出那种好像就是很脆弱的一面。对。好的，我今天这个提案就是关于男生女生阳刚包袱这件事情啊，可能大家初听阳刚包袱这件事情会定义在男生身上，其实我觉得那也是刻板印象的一种。有些人说你男生不够阳刚，你就不够男人味，或女生你太阳刚了，你就没有女人味。我觉得都是刻板印象，我觉得大家可以拿掉这些刻板印象，我就真正去找到自己灵魂当中最能支撑自己的那个最阳刚的东西。我觉得女生也可以被表扬成阳刚，然后就像我们的大宝贝在赛场上叱咤风云，那个也是非常阳刚的行为，很值得我们给他鼓掌。而且我一直都觉得男的不是说你穿个粉色你就不阳刚了，你哭你就不阳刚了。我觉得男的就有担当才是最阳刚的。是的，我觉得外形或者喜好并不能证明一个人不阳刚的。说得好，说得好。阳光包袱里面呢，其实我觉得阳光2个字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要。哎，刚一遍都没说对，哥。我怎么了？阳刚包袱里面嘛，最重要的我觉得其实是包袱2个字。其实每个人的包袱啊都会变化，都不一样，但是它都是你的成长的过程。小时候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包袱，非常的多，我也有。哎，我觉得不好看，我在意别人看我怎么样，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或者之类的。但长大以后，你慢慢对于自己的认知和这个包袱其实并不严重了。当你的包袱里面没有你自己的时候，就代表你已经长大了。哇，很精彩。好的，那我们这个提案已经结束了，接下来请全场特工来表决。如果觉得这个提案有共鸣，我们就拍桌支持。来，请表决。哦。好的，一致通过。今天的提案部分就到此结束了，马上要进入我们最终的王牌特工评选环节。那问一下我们的火星观察员娜扎啊，今天哪一位特工最戳你的笑点？你不会说你自己吧？你也不错哦。哎，我觉得刘维很好笑。谢谢。接下来我要宣布的是，今天的可以晋升为高级特工的这位拥有12个笑点的同学就是林超走。谢谢大家。小刘维之称要弟弟们，我要收拾收拾升咖了。真的升咖了，来，哇哟 man， 帅。那么我接下来公布一下本场贡献笑点最多的3位高级特工，他们分别是敖犬、刘维以及张延琪。接下来我宣布，获得本场笑点得票最高的王牌特工就是怎么搞得这么紧张啊？哎呀，刘维对面的敖犬。你不行，我可以，我可以来了。在我们火星情报局有句老话，拳击汉堡有营养，特工吃完变局长。所以希望每一位王牌特工都可以更进一步，成为像我这样的局长接班人。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中国华莱士的品牌大使，周5不加班的小白鸡为我们呈上王牌特工勋章。快乐星期5散会记得去华莱士吃全鸡哦。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火星观察员娜扎为王牌特工颁发特工勋章。好了，恭喜敖犬！刚刚娜扎没有把勋章给他，你给他一只鸡。有请我们的火星观察员娜扎为王牌特工颁发特工勋章。哇哦，恭喜敖犬！太棒了，恭喜敖犬！本期火星情报局会议就开到这里了。我宣布，火星情报局第6季第2次会议圆满结束。下回见。